认真攻略从不漏球啊！大家好，我是扬了吧唧还差点被唢呐送走的琉璃。暗黑3的第30赛季呢，会在1月12日的下午开启啊。琉璃也一如既往的为各位准备了30赛季全职业的开荒流程的视频。那不同于以往赛季，每个职业都不同的开荒流程。由于30赛季里呢，暴雪把敌意幻象和壁虎仪式2个赛季主题进行了常驻，我们的开荒相比之前的赛季要简单多了。琉璃这里准备了一个30赛季的开荒流程图，把赛季前期的流程都标注了出来。发着烧做这玩意是比较费脑子的，希望大家可以投个硬币支持一下。没有的话呢，就点个赞就好了。有开荒经验的朋友通过这个流程图就能直接唤醒记忆，释放自我来效率开荒了。没有开荒经验的话也不要紧了，接下来琉璃会按照这张图的顺序为你介绍赛季开荒阶段的各种技巧。不过呢，在此之前，我们还是要先简单的了解一下30赛季的3个主题对我们开荒的影响。那么首先是敌意幻象，它的具体表现就是野外杀怪随机出现的传送门。我们进入其中之后，就会遇见比野外更强的怪物，它的掉落呢也比其他模式要多10倍甚至是9倍。而其中的基因更是可以做到在60级之前掉落死亡之息，让我们可以提前进行铁匠的升级跟装备制作。不过因为它的难度比较高，除了死灵之外，大部分职业在进幻象的时候都需要降低一下自己的游戏难度。然后呢是庇护仪式，它的具体表现为新催地图左上角的一个祭坛，我们前往这个祭坛就可以花费材料来获取一些在30赛季里永久生效的奖励了。由于它的第15步是需要挑战秘境宝匣的，所以赛季的前期开荒有人会把箱子留下来，这样子中后期就不会卡祭坛的升级了。而对我们帮助最大的奖励有3个，其一呢是会被几乎所有玩家放在第2项解锁的这个装备无视等级的需求，这个奖励可以让我们直接穿上高级的装备，也就是说你只要铁匠升满，你1级就能穿一身70级的装备去打怪了。其二是悬赏奖励翻倍这一功能，这个功能对单机的玩家是非常友好的，因为在新赛季里我们需要5个甚至4个皇家华阶，一个用来献祭，一个用来萃取，一个用来给随从，还有一个自己用。悬赏翻倍可以让我们在完成悬赏的时候直接多拿一个箱子，刷华阶的效率会更高一些。当然能找到队友的话就可以先不点它了，因为4个人刷 A1 的效率已经有4倍了。其3就是宠物拾取加分解蓝白黄，这个功能会在赛季的前期为你节省大量的时间，主要的原因在于敌意幻象里的装备爆率实在是太高了，除了传奇装备之外呢，还会掉落大量的蓝白黄装备。暗黑3里我们所有的装备都可以通过魔盒的升级70级稀有装备功能来获取，这个功能除了需求中期溢出的气息之外，还需要蓝白黄3色材料，这3色材料也可以在魔盒处通过消耗气息的方式进行转换。而分解装备给的材料并不平均，白色的装备分解给的材料是最多的，蓝色次之，黄色装备只能分解出1个材料来。而经过个人的多次测试，一次不低于40%的敌意幻象在3色材料的掉落方面总和是1000到4000之间。如果你不点宠物自动拾取分解的话，你要么就多花3到4倍的时间自己把这些装备捡完回程分解，要么就是你一次幻象只带走400-500的材料，因为你的背包一共就那么大，还得装幻象里掉的传奇装备。赛季前期的庇护仪式推荐加点呢，可以参考琉璃给出的这个图，你也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来解锁。魔王碎片对我们的开荒帮助不大，因为升级碎片用的红黄灰烬前期几乎不掉，前期我们的装备也很难一定会有孔来容纳它们，所以呢，开荒阶段它们的主要功能就是卖钱。分解魔王碎片可以获取高级宝石，运气好呢，出钻石就可以直接解锁祭坛用，其他颜色的宝石直接卖掉就完事了。卖3到4个碎片的宝石，你就可以直接不开挑战秘境宝箱，也能满足铁匠升满级的金币花销了。而前期获取魔王碎片的方式主要靠打 BOSS， 其一是打左蹲，这个 BOSS 距离传送点最近，重置游戏10秒就能开打。其二就是杀黑化的屠夫了，周年庆活动崔斯特姆的黑化第2层的屠夫在25赛季中被击败后呢，是会一次掉落7枚碎片的。我不确定低难度低等级它的掉落如何，如果能掉的话，我们就可以靠刷它来起步了。基础的知识我们了解了，下面我们来简单的了解一下升级的流程。由于敌意幻象和祭坛的存在，我们这一期的开荒流程会不再分单一职业的讲解，因为鬼知道大家会在幻象里掉啥装备啊。我的建议是，换上掉了啥传奇你就先用啥传奇，如果不知道怎么升级装备跟血缘开荒怎么消费，也可以看看视频最后的推荐表，或者参考一下琉璃晚些时候更新的图文攻略。总之呢，1级的3件套还是不变的，就是拿随从的高伤武器，打折磨或者是低1级的左蹲，然后前往废墟去拿魔盒，顺便打怪升级。魔盒是位于废墟的第2层的长者圣殿的，我建议各位前期开低一点的难度，一边打怪一边拿盒子。死灵的话呢，可以开个稍微高一点的难度，然后靠施暴来炸第2层的小耗子升级。拿到魔盒之后，我们就可以开始解锁祭坛了。第一步的解锁材料是很容易获取的，就算你忘了捡垃圾，你也可以新建一个小号，然后扒拉小号随从的装备分解。
第二步的解锁材料需要无瑕的钻石，可以通过18级之后完成需要我们击杀 BOSS 的悬赏任务来获取。我这里推荐骷髅王、麦格坦还有佐敦3个 BOSS， 击败他们之后呢，可以从任务宝箱里开出来宝石，也可以直接反复的刷佐敦或者是黑化的屠夫，直接拆取灵魂碎片来获取宝石。解锁了祭坛的装备无视等级需求之后，我们就算是完成了起飞的第一步。第二步就是把铁匠升至满级了。这时候呢，我们除了可以直接装备铁匠制作的70级武器之外，还能在满级的铁匠这里直接制作4件贤者套装。这个套装除了提供属性加成外，还能让我们的 TC 掉落翻倍，越早做出来收益越高。后期不用了，让随从船一样是有效果的。升级铁匠呢是需要数以百万的金币还有1个气息的，如果开启挑战秘境宝匣的话，里面的材料是足够你直接升满的。这之后就直接铁匠做一身70级的装备，然后开始无双吧。如果你不打算开挑战秘境宝匣，那么就继续打佐敦或者是黑化的屠夫。第一幻象之前没有打过，这时候也要打一次，获取气息和悬赏材料，贩卖分解这些 BOSS 给的碎片给的宝石，我们就可以把铁匠升至满级，然后穿上贤者和高级武器开杀了。有了高级装备之后呢，我们还是要尽量打可以秒杀小怪的难度，这样连杀的累计和升级的效率都比较高，出现了敌意幻象也会比较轻松。如果打得比较慢，或者出现了幻象打不过，那么就要降低难度来进行战斗了。这里推荐的战斗区域有3块，第一块区域是县民神殿，这里有许多味美多姿的小蟑螂，数量多，容易连杀，而且呢能刷出来诅咒宝箱来，适合绝大多数职业来此练级啊。第二个区域是苦痛大厅的1到3层，这几块地图里几乎是没有远程怪，都是傻乎乎的骷髅和尸魔，基础经验会更高一些，但是他们的血量也会更高一些，适合有了高强度传奇的职业来此开荒。第3块区域就是我们第一幕的悬赏任务了，拿到高级武器之后就可以直接刷悬赏任务来练级，这个方式在升级的效率方面是最低的，但是可以提前刷皇家华戒。通过以上的手段，想必各位可以轻松升至70级之后的发育呢，会根据掉落传奇的不同千差万别，但最后我们总归是要踏入大秘境的。那么琉璃这里会根据情况给出3种踏入沙秘境之前开始爽刷的策略啊。最稳定的下策就是直接做赛季旅程，完成旅程的要求，我们可以获得套装，然后根据套装来获取玩法，这样子就可以比较稳定的获取6件套，在到手之后就会有不错的战斗力，而代价就是它的速度比较慢，而且呢，因为大部分职业这赛季送的套装比较差，所以刷图的效率也不会太高。更适合有经验朋友的中策就是去速刷 A1 的悬赏和幻象，难度会根据你的职业和当前的装备来决定，和练级的时候一样，我们尽量打能秒怪的难度就好了。这个策略的主要目标就是第一幕悬赏产出的皇家华戒，以及各种的小型套装图纸，比如说奥基德、船长，还有最暴力的守护者套装，以及呢我们在刷悬赏图中遇见的敌意幻象。在折磨1以上，幻象的掉装率就已经超过折磨13的小秘境了。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方式来快速的凑出皇家华戒和闪剑传奇，配合我们前面提过的几个小套装，可以继续提升自己的速刷效率，直到凑齐本职业的速刷套路，再去打一把折磨16的小秘境，然后呢就可以大秘境直接开打了。那么最后是上策，那就是70级之后直接睡觉，等到第2天直接寻找赛博义父来进行开荒。毕竟升到70级已经很累了，不如等别人来带自己开荒。有幻象在呢，别人带你几趟就差不多成型了。不过这样比较容易磨损游戏的乐趣就是。视频的最后呢，简单分享一下各职业前期开荒血盐和气息的利用大家可以参考这张图来进行血盐和气息的消耗。不过还是那句话，前期的开荒更多是依靠幻象自然掉的传奇，选择它们适配的进行开荒就好了。如果掉了武器，你可以选择用来萃取，到7级之后再慢慢的凑本职业的速刷玩法就好了。那么以上就是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其他的呢，关于下赛季的职业排名、全职业的速刷玩法和层数参考，琉璃也正在加紧制作中，想要第一时间看到的话，就点个关注再走吧。